东方天际刚泛起一丝鱼肚白，淡青色的晨光像薄纱一样，从东墙那道年久失修的豁口斜斜铺进院子。墙根下的野草还沾着昨夜的露水，在微光里闪着细碎的光。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湿润气息，带着凌晨特有的微凉。李守田站在青瓦檐下，微微仰头望向天空，几片薄如蝉翼的云正从东南方缓缓飘来，像被谁随手扯碎的棉絮。院子西南角那棵有几十年树龄的老枣树，叶子纹丝不动地垂着，连最顶端的细枝都没有摇晃，这是盛夏里最闷热的征兆。两只柏木水桶挂在铁钩上，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荡，桶底还残留着昨夜没倒干净的潮气，在晨光里映出一圈淡淡的水痕。李守田挑着空桶走向院门外，脚下那条被几代人踩实的土路，浮土没过了鞋面，每走一步都会扬起细小的尘埃。井绳在枣木路路上整整齐齐绕了3圈，绳尾磨损的地方用旧布条仔细长过。当桶底触到井水的那一刻，传来一记沉闷的扑通声，声音在幽深的井壁里回荡。他抬手擦了擦额角渗出的细汗，然后打起第2桶。李守田把空桶放在缸边，扁担已经挂回墙上的铁钉，铁钉已经被磨得发亮，深深嵌进土墙里。与此同时，西屋的木门也被推开，张铁柱走了出来。张铁柱径直走到院子西北角的柴垛前，垛上整整齐齐堆着去年秋天劈好的槐木，木头已经干透，呈现出深褐色的纹理。张铁柱拿着斧头继续起落，每一下都精准地落在木茬的中心，一块块大小均匀的柴片飞溅到脚边，渐渐堆成一座小小的柴丘。他弯腰拾柴时，瞥见泥地缝隙里有一对蚂蚁正排着整齐的队伍，搬运着比他们身体大几倍的草籽。张铁柱停下手里的斧子，蹲下来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蚂蚁队伍绕过一块小石子，没有丝毫混乱，领头的蚂蚁时不时停下来，用触角碰一碰后面的同伴。张铁柱看了足足有1刻钟，才直起身，把劈好的柴码在灶房的墙根下，一层横放，一层竖放，交错堆叠，每一块柴都放得严丝合缝，码好的柴垛像一堵整齐的小墙。阳光照在上面，木茬的深浅纹理清晰可见。灶房里，王秀兰已经蹲在灶前开始生火，然后她小心地将火绒塞进灶膛，放上几根晒干的玉米。王秀兰往灶膛里添了2根张铁柱刚劈好的槐木柴，火势立刻变得平稳。橘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她的脸庞，额前的碎发被火光映成了金色。大铁锅里的井水开始慢慢升温，先是泛起细密的小水泡，然后变成鱼眼大小的气泡，在水面上滚动。王秀兰转身，从面缸里舀出3瓢玉米面，面缸是陶制的，上面盖着一个高粱杆边的盖子。她把玉米面倒进细竹筛里，轻轻摇晃，金黄色的玉米粉面像雨一样纷纷落入沸水。他拿起长柄木勺，沿着一个风向不停搅动锅里的面糊，热气蒸腾而上。王秀兰的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抬起手臂，用碎花布衫的袖子擦去汗水。锅里的玉米糊煮成了均匀的金黄色，她捏起一撮粗盐撒进去，用勺子搅匀，然后撤去灶膛里的余火，只留下一点炭火保温。东屋的门轻轻打开，赵春梅端着一个掉了瓷的旧搪瓷盆走出来，盆上印着的农业学大寨字样已经模糊不清，边缘的搪瓷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黑色的铁皮。盆里拌着米糠和剁碎的红薯藤，红薯藤是昨天下午从菜园里割的，还带着新鲜的汁液。他走到院子东南角的鸡舍前，拉开竹栅门。赵春梅特意把搪瓷盆往小鸡那边挪了挪，看着他们也能吃到时，才满意的直起身。趁鸡们低头吃食的间隙，他探身进鸡舍。稻草铺成的鸡窝里躺着几枚温热的鸡蛋，鸡舍外窝内的鸡蛋还带着母鸡的体温。他小心翼翼的一枚枚捡起来，放进围裙的口袋里。他把鸡蛋拿进灶房，王秀兰接过，走到窗口，将鸡蛋举到光亮处。
王秀兰点点头，把鸡蛋打进一只粗瓷大碗里，拿起竹筷快速搅动，蛋液在碗中旋转出一个黄色的漩涡，蛋清和蛋黄渐渐融合在一起。她用条子舀了一瓢水洒在磨刀石上，水在石面上散开，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接着她从柴房里拿出一把豁了口的旧锄头，锄刃上的豁口是上次挖地时碰到石头磕的。就在这时，院子西北角突然有了动静。张铁柱在清理院墙角的排水沟时，手里的小铲子停下来了。他蹲下身，用手轻轻拨开覆盖在沟上的几片枯树叶，露出了泥土里一株极细弱的绿色嫩苗。这株苗只有2片椭圆形的针叶，茎秆嫩得几乎透明，像一根绿色的丝线，根须深深扎在潮湿的墙角泥土里。张铁柱的眼神里露出一丝疑惑，他放下手里的铲子，生怕震动到这脆弱的小生命。他抬起头看向院子里的其他人，用手指了指那株嫩苗，动作轻的像怕惊飞一只蝴蝶。赵春梅则凑近仔细看了看，那个叶片的形状狭长，边缘带着细细的锯齿，茎秆上有一层极细的白色绒毛的一棵树苗。赵春梅、王秀兰、张铁柱、李守田4个人没有说话，只有风吹过枣树叶的沙沙声。王秀兰的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了扬，这是她一整天里唯一的表情变化。这大概是去年谁吃过桃子，随手把桃核丢在了这里，然后用布条将桃树苗的茎秆轻轻绑在竹竿上，防止被风吹倒。这样下雨时，雨水就不会直接冲刷泥土，把桃树苗冲走。张铁柱的动作极其小心，铲子离根须始终保持着几厘米的距离。李守天拿井水沿着桃树苗的根部缓缓浇下，王秀兰则在院子里捡了几块大小合适的碎瓦片，这些瓦片是去年翻修堂屋时剩下的。阳光刚好移过屋檐，照在这片墙角，桃树苗的影子缩成一个小小的墨点，印在泥土上。风仍旧没有来，枣树叶还是一动不动，整个院子都笼罩在一种静谧的闷热中，只有那一点微不足道的绿意在阳光下静静生长。张铁柱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走到院子东南角，开始修补歪斜的篱笆。几根竹条被前几天的雨水泡朽了，已经断裂，篱笆向外歪出了一个缺口。他从柴房里抱来一根新砍的竹子，用柴刀劈开，竹节发出噼啪的脆响，白生生的竹篾散落一地，竹子的清香换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李守田磨完锄头也走过来帮忙，他扶住篱笆桩，木桩是榆木做的，埋在土里已经10几年。院子被篱笆围得严严实实，外人得踮起脚尖才能勉强望见院里的人影，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张铁柱上前几步，上下打量了一番，确认篱笆恢复了笔直，才满意的点点头。这时王秀兰端着早饭从灶房里走出来，冒着热气的玉米糊和一小碟切成细条的腌萝卜摆在了枣树下的石桌上。玉米糊入口软糯，带着玉米特有的清甜，腌萝卜条咸酸爽口，在舌尖上混出一种朴素而妥帖的味道。李守田吃得不快不慢，目光落在老枣树的树干上，一只黑色的蜘蛛正在树皮的裂纹里织网，它从一根丝爬到另一根丝，动作缓慢而专注。张铁柱吃饭很快，几口就喝下去半碗，额头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滚进他灰褐不一的衣领里，消失不见。王秀兰小口小口地啜饮着玉米糊，偶尔加一根萝卜条，慢慢咀嚼，像是在仔细品味每一丝味道。王秀兰端起碗，走回灶房，把碗泡进盛满井水的大盆里，然后赵春梅把抹布洗干净，拧干，挂在灶房的墙上。日头渐渐升高，从东墙移到了院子中央那小块天空的正上方，热力开始明显起来，泥地被晒得微微发烫，光脚踩上去能感受到一股灼热的温度从脚底传来。老枣树的影子缩成了一小团，刚好罩住树下的石桌和青石凳子。屋檐下的阴凉处，
赵春梅搬出了一只半人高的粗陶坛子，准备腌今年最后一茬嫩豆角。坛子是褐色的，上面有模糊的青花花纹，坛口有一圈凹槽，是用来放水密封的。他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一大盆刚从菜园里摘的豆角。王秀兰端了个小板凳坐在他对面，两人开始一起掐豆角，然后铺一层豆角，再撒一层盐，放上几片花椒和一块拍碎的老姜，就这样层层叠叠。坛子填满后，赵春梅用手掌用力压实顶层的豆角，压得越实，腌出来的豆角越脆。她拿来一片去年夏天晒干的大荷叶，盖在坛口，荷叶的边缘刚好盖住坛口，然后用和好的黄泥仔细地封住坛口的缝隙，封得严严实实，一点空气都透不进去。这坛酸豆角要放在灶房的墙角，静置7、8天，等豆角发酵变酸，就能开坛食用了。张铁柱放下手里的艾草绳，拿起竹篮，走向院墙外的小菜园。菜园就在院墙外3步远的地方，用篱笆围着，严格来说，仍是院子的延展部分。菜园里种满了各种蔬菜，紫皮茄子垂在宽大的叶子下，像一个个紫色的小灯笼。青椒挂在枝头，个头不大，但皮肉厚实。黄瓜藤爬在竹竿搭的架子上，结了几根顶花带刺的小黄瓜。还有几颗西红柿，青绿色的果实藏在叶子里，还没成熟。张铁柱走到茄子架下，捏住茄子的蒂头，轻轻一拧，茄子就掉在了手里，沉甸甸的，表面凝着一层薄薄的白霜。他摘了5个茄子放进竹篮里，然后又摘了10几个青椒。摘青椒时不小心被辣椒汁溅到了眼睛，张铁柱眨了眨眼，只是皱了皱眉，继续摘菜。最后张铁柱在墙根割了一把小葱，小葱根上还带着潮湿的泥土，散发出辛辣的清香。回到院子，张铁柱把菜篮交给王秀兰。王秀兰接过菜篮，先把小葱根上的泥土抖掉，然后走到井边，打了一桶井水，开始洗菜。她用刷子把茄子表面的白霜刷掉，茄子露出了深紫色的油亮外皮，小葱则一根一根的摘洗干净，去掉黄叶和烂叶。洗好的菜放在案板上，王秀兰拿起菜刀开始切菜。张铁柱浇完水，凤仙花的叶子立刻精神了许多，卷曲的叶缘缓缓舒展开，颜色也变成了深绿色，混合着艾草的药香、薄荷的清凉和蔬菜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小院里，空气顿时变得清凉了许多。赵春梅从屋里拿出她的针线笸箩，笸箩是柳条编的，边缘有些磨损，里面装着各色碎布、铜顶针、一把旧剪刀和几个缠满线的线轴。麦子早已熟透，麦穗沉甸甸的垂着头，麦芒在日光下泛出金色的细光。风一吹，麦浪起伏，发出沙沙的声响。他们把割下的麦子顺势放在身后，排成一行行，麦穗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割了大约半个时辰，停下来坐在田埂上休息。李守田拿起挂在田边树枝上的水壶，喝了一口凉井水，井水带着陶缸特有的泥土味，喝下去从喉咙凉到胃里，瞬间缓解了干渴。郑铁柱也喝了几口，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又拿起镰刀，弯腰继续割麦。他们的身影在金色的麦浪里起伏，镰刀挥舞的弧线在日光下闪着耀眼的荧光。灶房里，王秀兰开始做午饭，她重新点燃灶堂里的火，铁锅烧得微微冒起青烟。她从瓷罐里舀出一勺猪油，雪白雪白的，预热很快化开，散发出浓郁的脂香，飘出了灶房，弥漫在整个院子里。茄子块倒进热油里，立刻发出滋啦一声爆响，油星四溅。茄块炒软后，盛在盘子里备用。主食是早上剩下的玉米糊，他加了些水重新煮开，然后把白面加水搅成面糊，用筷子拨进锅里，做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面疙瘩。赵春梅把碗筷摆到石桌上，石桌被枣树的影子遮了一半，她特意把饭菜摆在阴凉的那半边，免得被太阳晒热。四人再次围坐在石桌旁，各自盛了一碗面疙瘩汤，夹起菜慢慢吃起来。面疙瘩滑进口中，嚼起来筋道十足，茄子吸饱了油和酱汁，软糯入味，青椒微辣，带着一丝清甜。
韭菜爽脆，香气浓郁。它们吃得很慢，并不急着吞咽，每一口都咀嚼充分，细细品味着食物最本真的味道。